咱们的菜基本上上齐了，我们点了1、2、3、4、5个菜，干一桌子。豆浆就不拿了吧，人家免费的，我能喝多些喝多些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我现在看评论呢啊，笑死我了！有人骂我长得丑啊，吃年糕吧唧嘴啊，话多啊，还有人骂我屯子里山炮来的。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，你怎么说都行。既然有人私信骂的更难听，问候你全家，我觉得这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我现在在一个商场里面，本来没打算吃晚饭啊，就想过来喝一碗汤。到这之后发现那家店黄了，哎呀，今年的这个生意太难做了，这个商场里好多店都黄了，就没喝成，就白跑了一趟。三就说一会儿我们要去吃一家他10多年前吃过的东北菜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天已经黑了。东北的冬天啊，白天特别短，尤其是从冬至到2月中旬这段时间，所以在东北的农村，还有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老年人，有很多人呢一天他就吃2顿饭，毕竟白天时间短，忙碌的事情比较少，消耗就比较慢，所以一般的晚饭都会选择在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就搞定。再吃太晚的话，睡觉之前不容易消化。小胖和三就已经习惯了常年吃2顿饭，不是因为怕不消化，是因为怕胖，所以说不来且不请客的情况下，一般是不会吃晚饭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拍一顿晚饭。阿姨你好，阿姨，能采访您一下吗？什么事？没事，我们就是一个街头采访。您是东北人吗？我不是东北人，不是东北人，我是山东人。哦，山东人，来这多长时间了？来了10来年了。12年了。我问一下您，您在这冬天的话，基本上一天吃几顿饭？我们是跟孩子在一起，因为还有儿子、孙子，完了一大家就得吃3顿饭，就必须吃3顿。对。东北人这边有很多老年人，他们一天吃2顿饭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早晨晚到中午就早点吃就完事儿，是这样。谢谢您，祝您生活愉快啊！拜拜。我们这几天在东北发了不少的吃的，鸡骨啊、砂锅啊、排骨啊，还有肘子什么的。也前2天也吃了一个老苏梅家的炒菜，但是算来算去啊，还总想说缺点啥。哎，这天太冷啊，嘴冻得有点瓢，就是好像缺了个东北的特色，什么蘸酱菜啊什么的。我们今天就找了一家店，这个五谷丰登农家院。三14、15年前的时候就在这吃，今天就去他家。刚才我去点完了啊，在东北这样的饭店里吃饭很有意思的，明码标价，菜盘做成灯牌放在地方的，上面也有价钱，然后它每个菜呢还都有样品，给拿保鲜膜包着放那个地方，你吃啥就点就行了。我本来说是奔着蘸酱菜来的啊，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蘸酱菜，然后我就问了服务员，服务员说，小城蘸酱菜也有，就是有啥拼啥，然后拼一份，他一会儿给我拼一份上来。他们家的店名字叫五谷丰登农家院，一听就是吃东北菜的地方。五谷丰登什么意思？就是庄稼成熟、大丰收的意思，这也是每个农民伯伯的心愿。咱有啥喝的吗，哥们儿？要饮料吗？你家是不是原来有豆浆？有，现在有吗？给我加一份豆浆呗，谢谢啊。东北的菜盘你看，大拌菜、凉菜啊，这东北的一个特色菜，这比脸都大。先上来2个大茶缸子啊，一杯是水，一杯是豆浆。都说他家豆浆好喝，我没喝过，我来尝一尝。哎呀，打了豆浆汁儿。其实豆浆的味道一般，因为水分比较多，没有那个太纯。这个凉菜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就是7样：紫甘蓝、干豆腐、粉丝儿、黄瓜、绿豆芽、胡萝卜、白菜8样，香菜不算，香菜是配的。目前能看到就是8样。我来拌一下啊。东北的菜盘基本上都是这样，你去吃饭的时候点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。你要4个人点4个菜就了不得了。我俩点的多一点，是因为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肯定是吃不了的。我一会儿就打包拿走了。到东北菜馆，必须点的就是家常凉菜，或者你喜欢吃麻酱拉皮儿，你也可以要麻酱拉皮儿。这2个菜都是点不错的一个菜。它这上面其实上面有一点肉帽啊。好吃，清爽。酸甜，因为它加了白糖，上面有一点醋，白菜什么的，它都是在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凉凉的，吃一口进去之后透心凉，爽舒服，开胃。三给你表演一下去年的时候，前年冬天的时候，大早上去吃凉菜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凉菜太冷了，先吹一口，他觉得吹一口能给他点热气，很多人就以为那么凉你还吹。这个大凉菜也是东北菜里面简单又经典的一道菜，鲜脆爽，口感丰富，营养均衡。
豆浆是收费还是免费的？免费的。啊，我说的嘛。它这个肘子是切好的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这个量。看它这个肘子啊，我还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看着真的很不错。因为我过来之后闻着那个肘子的香味儿出来了。这有2个汁儿，一个是酱汁儿，一个是酱油和蒜醋。然后这个黄瓜，这是个洋葱。这种烀的肘子它是颜色比较浅的啊。肘子我先尝尝它这块瘦的吧，这个就是那种老汤肘子，挺香的。外面一层味道很浓，里面呢就是肉香味儿。它本身卤的那个味道不是很重，像我们那天吃那个扒肘子呢，它卤的时候它那个汤的味道是很重的。肘子本身什么都不用蘸，吃起来就比较不错。这个是东北吃饺子还是什么的会调的一个汁儿，蒜泥、酱油，那我刚才吃里面还带一点点醋。酱油放多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咸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个肘子只有一点香味儿，没有太多的盐味儿。它配这个蒜泥吃，配这个酱油吃，就满足了它所有的要求。上面又带一点咸味儿了，好吃。这肘子皮吃也是最舒服的。瘦肉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没有皮香。这2个酱有意思啊，这个蒜泥和酱油汁儿蘸瘦的比较好吃，然后这个蒜蓉酸辣酱蘸肥的好吃，但是要少蘸一点。这个酱非常咸。这个粘豆包是油煎的，东北做的粘豆包呢。最常吃的就是2种，一种就是蒸粘豆包，把它蒸完了之后蘸着白糖吃；一个就是油煎，煎完了之后蘸白糖吃。三喜欢吃这种的，因为这种的煎完之后比较香，外面一层脆香。我喜欢吃那种的，因为那种比较软。好香！这粘豆包里面就放那个小豆，烀的小豆，很香的。要蘸白糖。蘸上白糖也特别好吃，因为外面是油煎了之后油香油香的，里面的小豆呢散发出那种蒸完之后的豆香味儿，蘸上白糖外面裹一层甜甜的，口味特别丰富，吃起来特别舒服。一定要尝尝这种煎的粘豆包，因为真的特别香。东北人都知道粘豆包这个东西了，家家户户在过去的时候都喜欢做，但是现在每家自己做粘豆包的真的变得很少了。这个蘸酱菜哈来了，就是现在有啥给我拼啥拼的，生菜、黄瓜、大葱、干豆腐、辣椒，就这5样。这个酱是香鸡鸡蛋酱，就是香鸡酱和鸡蛋打的酱。香鸡酱是哈尔滨那边产的嘛，基本上饭店里面都用这个做。家里头做这个蘸酱菜的话，有好多人是用的自己家发大酱。这个蘸酱菜啊，除了咱们这个生菜的新鲜之外，主要吃就这个酱。它这个酱你看你炸的香不香？它这个酱炸的挺香的，油不多不少，油太多了之后它又腻糊嘴，油少的话它不香。这个吃挺香的，那股鸡蛋味也有，香鸡酱的味道也有，不错。这个的吃法有很多种啊，干豆腐可以单卷这个黄瓜和葱卷上这些吃，然后生菜也可以单卷这些吃，这些东西呢也可以单蘸着吃。我刚才把所有的都卷到一起了，你随便你想咋吃咋吃，你吐口吃这酱也行，你只要不怕咸。前2天我拍了个道里菜市场，有个粉丝说让我拍一下发糕，我今天就要了他家发糕。我本身不打算要发糕的，因为我要了一个粘豆包，煎的粘豆包，这2个都是主食。一说到发糕，大家都会提到东北发糕，是用2种面，白面和玉米面，它还放鸡蛋，发出来之后是蜂窝状的，叫2面发糕。这种就属于粗粮的感觉，你咬在嘴里是粗糙的，但是味道非常的好，它略带一点点的甜味儿，不是像你看到那种黄黄的油，它很油，它其实不油。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它就因为加了点红枣，很多也叫它红枣发糕。自己家蒸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红枣放的多一点。它这个吃完之后，你饱的也快，对身体也好。它因为是粗粮嘛，大家现在不都提倡吃粗粮嘛？我要尝尝这个他们家的大丰收。这个话说着说着啊，咱们的菜基本上上齐了。我们点了1、2、3、4、5个菜，干一桌子。大丰收，这不是咱们地里收的这些东西吗？寓意的就是收成比较好。这个在东北也叫乱炖啊。东北的豆角、玉米、土豆，然后配的是小京排，还有一个南瓜，这都是地里产的东西啊。当然是这个除了家里跑这猪啊。东北的豆角有好多种，之前也吃过那种黄的，叫黄金钩、兔子翻白眼什么的，很多很多的。它只不过是颜色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，但是炖出来都比较好吃。我觉得炖这种黄南瓜是最有意思的，因为南瓜本身是发有一点点甜味道的，和这个咸的炖在一起呢，外面裹的是那种酱汁咸咸的，里面是甜的，然后软软糯糯的，非常好吃。玉米，还好，玉米不老，就怕炖出来的玉米老，然后一咬不动。有良心的商家他都会给你放嫩玉米的。我尝一块这个土豆啊。土豆里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就是外面裹了酱汁儿，但是它炖的非常的面，也好吃。排骨只是一个配菜啊，排骨非常的少，但是你看它放的京排的还不错的。排骨虽然说是配菜，但是呢，所有的香味都取决于这个排骨。其实
2个人来吃饭的话，一个凉菜，一个乱炖，足够了。我们这个不会浪费的，我们打包回家，然后明天早上还能吃。刚才问那服务员说，哥，你自己的想咋喝咋喝，我就抱大杯子喝了。我觉得这个饭店对我来说吃的其实就是一种情怀，总体来说味道不差。但是你要是非常拔尖儿，它达不到。如果你想吃一些这样的菜，来他家是没错的，绝对是不会踩什么雷的。嗨，我们好像来点外卖来了啊！我们一共点了这么多才200块钱，很多没有吃了，我们就打包了。他们家你看有什么杀猪菜什么的，我们没点啊，因为我们要准备拍别人家的杀猪菜。好了，咱们就到此结束了。刚才来的时候挺冷，吃完之后不冷了，可热乎了。我要走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